您好，这儿是静姐说话。今天要说的这花儿奇怪了，竟然是两种颜色。一枝花上的两朵，一朵红色，一朵橙色。这是家中皇后红色天使。那道理上来说，它的花应该是红色。那实际上它呈现出来的花色，一朵红色，一朵橙色，一定是有什么原因吧？记得几年前开始养卡特兰的时候，曾经查资料查到过，说是光对花的颜色有影响。虽然卡特兰养了也有几年了，但之前是真的没有具体见到过光对花色的影响，逐渐也就把这事儿给忘了。看到这两朵花，在思考它的形成原因的时候，又让我想起了这件事儿，于是又去查了一下，查到的结果是这么说的，说卡特兰花的颜色呢，是它的基因和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。基因好理解，就是它先天的基础颜色。后天环境因素的影响呢，会让这个花的颜色在它基因花色的基础上或深或浅的出现一些变化。这些环境因素就包括环境中所有的因素，其中有光、有温度、有水、有肥等等。这其中水、肥、质料等等算是我们正常养护的一部分。一般来说，这个不会有太大的波动，对花色的影响呢，也不会是特别突然的。但光和温度这两个因素会很容易发生突然变化，也就很有可能突然的让花色起了变化。比如我这个，我查到的资料部分我会放在这个视频的后面，大概5分钟之后吧。但这会儿我们先来看看具体的我这棵。这个之前我是养在户外，户外的自然环境温度可能会有比较大的起伏，光如果位置不换的话，通常来说相对稳定一些。不过也是巧了，隔壁邻居家砍了棵树，导致这棵卡特兰所在位置的光突然的发生了变化。这个突然的变化呢，大致就发生在第一朵花似开非开的时候，第二朵花还是花苞。左边红色的那朵是第一朵花。这个时候呢，我又把它拿到了室内，室内的环境和它之前户外那个环境的温度和光都发生了突然的变化。我们简单来汇总一下这些变化。之前在户外，因为树被砍掉，光突然变强，也就是说孕育那朵红花的时候，光相对弱一些，但变化前后的光都是自然光，光的长度都是依照太阳的起落。户外的温度就是自然温度，拿到室内之后，温度大体上来讲应该是升高的，温差也有变化。因为门和窗不是24小时都开着的，室内适当的温度会高一点，尤其是夜里，门窗基本上都是关着的，导致夜温比之前会高。这样想来，温差应该是缩小了。不过这个不是很固定，因为白天有时候开，有时候关，这个比较难讲。室内外光的强度的变化也不太好说了，因为砍树之前我没有去测那会儿的光，那这会儿室内的光就没法跟那个比了嘛。但室内外光的长度和品质是有变化的。我室内的花架上不是装了补光灯吗？这个卡特兰拿进来之后，虽然没有放在花架上，但毕竟在同一个室内，花架上的补光灯亮着的时候，整个房间里其他的地方不是也有光吗？我那个补光灯开着灯的时间比日照时间长，所以这颗卡特兰拿到室内之后，光的长度变长了，光的品质也有不同。在户外的时候是纯粹的自然光，而在室内是补光灯的光，再加上透过玻璃、纱窗、纱帘进来的自然光。所以我认为我这颗颜色的变化呢，是这种种的外在环境的变化，主要是温度和光的变化，因为植料啊、浇水施肥这些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，再叠加上这颗可能比较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，导致出现了这个结果。
看完我这棵具体的花，我们再来说说我查到的资料。首先，花的颜色是由色素决定的，光可以影响到色素合成。光可以包括光的强度、长度、品种等等。强度就是指的强弱，长度指的是日照的长短，应该说光照时间的长短。品种呢，指的是自然光啊，还是人工光。各个地区的自然光也会不尽相同。色素的合成除了会受到光的影响，也会受到温度的影响、水肥、质料里的微量元素等等，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色素合成。光的强度充足，但要在合适的范围内，花会更鲜艳，饱和度更高一些。如果光的强度过于高，会抑制色素的生成，导致花的颜色变淡，有点泛白，再多了的话就可能灼伤了。如果光的强度过于低，也就是光比较弱，色素合成会不足，花的颜色会变淡，甚至会有点发绿。再来说光的品种，据说蓝色光能够促进花青素的合成，增强紫色或者是蓝色调。红色光呢，据说可以调控开花的时间，也会间接影响到花的颜色。光照时间的长短会影响到色素的形成和累积，间接的影响花的颜色。光照时长合适，色素累积也就合适，花的饱和度也就比较合适。据说卡特兰对光的要求应该是相对稳定的，就像自然光那样，即便是变化，也是稳定的、缓慢的变化。突然的变化会影响色素合成，也就影响到花色。这一点在使用补光灯的时候尤其要注意。如果光照过于紊乱，可能导致开花失败，或者是花色异常。温度对花色的影响大致是这样：高温、高光会使花的颜色变淡，花色可能像水洗过了一样，有点褪色。低温高光会增强冷色调，比如说蓝啊、紫啊这些颜色。这个高光还是要在合适的范围之内。水肥等不足也会影响到花色，这个不难理解，制造色素也是需要原材料的嘛，原材料不足，色素合成自然不充分，花色也就很难达到饱和了。这些就是我又查到的资料，总结成一句就是：卡特兰的花色是基因与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。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喽。